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驰未来》第3季第8集。这一集主要讲约翰叔叔成为最佳男演员的故事。搞笑模仿秀之夜，幽默机器人逗得大伙哈哈大笑。约翰不甘示弱，拿出毕生心血上台讲了一个自以为很好笑的笑话，结果反被众人耻笑，他十分伤心。赫米斯断定他成为不了喜剧演员，但喜剧是约翰的人生价值所在，就像他的叔叔在默片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好莱坞明星一样。教授表示，当时他还在老妈脚脖子上转经的时候，就是叔叔的影迷了。说完，拿出一张7800万转全息影碟，为大家播放近距离剃头影片。事实证明，明星就是不一样。看完影片，大家捧腹大笑。约翰立马写信给叔叔，向他要上100个建议。为保证隐私，他还用了自己的专属墨水。很快，信被送到叔叔手中。他以为，既然约翰都当医生了，那一定很有钱，能把自己从这乞丐棚子里救出去。因此，他告诉约翰，要想变得幽默，首先需要把钱存在一张现金支票里，然后来到好莱坞。约翰照做，快递小队也和他一起来到了这里。坐上观光车，导游介绍30世纪的福克斯公司用探照灯来蒙蔽飞行员，好把飞机坠毁的画面拍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你还会看见梅尔吉布森的家，巨星小黄豪华的贝莱尔房子，这让班德非常激动，他迫不及待按响对方的门铃。小黄却已经不记得他，除非他是一个热水器。于是，为了和偶像共处一室，班德将计就计，把自己变成了热水器。另一边，约翰来到埃博拉病毒餐厅，这将是他与叔叔探讨梦想的地方。多年未见，两人热情相拥。对于约翰想成为喜剧演员的梦想，叔叔说：“你既不幽默，也没天分，只能演正剧 ，OK 呀。”恰好他在创作一个话剧电影剧本，相信加上自导自演，50年的悲惨岁月终会成为过去式，不是荣耀岁月。至于投资人，则由约翰全权担当。那么到底要投多少钱呢？不多，100万美元而已。吓得约翰赶紧点了一个免费面包。回到飞船，小伙伴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。班德觉得可以求小黄帮忙，毕竟自己也是圈里人了。接着，4人来到平行环球影片公司，在班德尽职尽守服务小黄时，约翰趁机向他推荐叔叔的电影。小黄有点心动，班德继续煽风点火，表示只要他拿出100万美元，就能得到奥斯卡小金人，永远摆脱那个叫电视的发脓老鼠窝。重要的是，这还是一个和伟大偶像之一共事的机会。听了他的建议，小黄果断同意。华丽3人行正式开拍。开机仪式上，叔叔说，该影片主要讲儿子不愿意继承父亲职业的故事。这个职业不是别的，正是地球总统，而儿子的职业恰好是地球副总统。因为这是一部有声电影，所以他需要演员们都倾注自己全部的感情，不要把片场当作太平间。但无论演员怎么表现，叔叔都是一个字：卡。看来只有靠伟大的剪辑师了。由于剪辑非常费财费时，钱又都花在馅饼上，因而电影将在周5搞定。几天后，首映式如期举行，弗赖和莉拉却还在空中盘旋。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停车场，结果竟然与此同时，影片中的叔叔不幸去世，小黄被迫当上总统。执行制片人班德高兴欢呼，小黄不甚满意，看着空无一人的电影院，他表示好多烂片的首映式都比这好。如果自己得不到小金人，班德和约翰就都得领盒饭。两人非常害怕，因为在奥斯卡400个种类中，真的没有一个提名小黄。小黄气得扔掉艾美奖。班德说，这怪不着任何人，要想拿奖就得演好才对。可他回答，那奥斯卡跟演技没关系，而是为了使创新团队赢得尊重，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暗箱操作。此时由于沥青太厚，莉拉还是没能把飞船开出去。弗赖放弃挣扎，打算看看风景，不料希尔维斯特、史泰龙赫然出现在眼前。约翰也终于看清楚叔叔的真面目，班德更是对他恨之入骨。其实叔叔只是想在临死前让人们最后一次想起自己，他不知道人们从未忘记他。如果他们记得仅是一个悲惨过气的明星，一个被遗忘的老古董，那还不如让他一了百了了。因此为了帮助叔叔，班德和约翰潜入奥斯卡颁奖典礼后台，在闪耀的星星面前，叔叔唯一值得称赞的技巧便是占空间。眼看颁奖在即，小黄不得不再次提醒他，若自己真的没能拿奖，下一秒叔叔将变成猫粮。说完，第1074次奥斯卡颁奖典礼拉开帷幕，主持人开始颁发第一个奖项——非可见光下最佳拍摄奖。困境中的弗赖却饿得想吃鞋，早知道自己会栽在一个坑里，没想到竟然是装满沥青的坑。突然，飞船一阵晃动，莉拉定睛一看，
是一根空管道，即洛杉矶地铁，他们可以从这里炸开一条路逃出去。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另一边，颁奖典礼就快结束，班德控制住话筒，请约翰上台颁发最佳男演员奖。终于到关键时刻，小黄命令手下把指头放在扳机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获得提名。叔叔成功躲过谋杀，而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最后的获奖者是叔叔。众人疑惑鼓掌，叔叔喜极而泣。派对上，他感谢约翰，并告诉小黄用不着沮丧，这不过是他诸多欺诈中微不足道的一件。一句话似乎点醒了小黄，他放过3人，表示有朝一日要靠实力赢得小金人。话音刚落，地震来袭，原来是莉拉开着飞船破土而出，两人带着史泰龙大摇大摆走进派对。哎，高手啊，总是这么默默无闻又别具一格。对于明星来说，粉丝的力量至关重要。不管是哪一瞬息万变，星星层出不穷，没有什么不能被顶替，唯有好的作品值得被人永远记住。就算叔叔曾经红过大江南北，到老也得屈服在小小的演员之家，这是无奈之举，也是时势所逼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，喜欢的东西当然必定有所不同。所以在你眼里，偶像好像完美无缺，但在其他人眼里，他也许什么都不是。例子当头的社会，再好的人也无法被所有人喜欢，甚至连大多数的喜欢可能都无法得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